跨越太平洋、大西洋，从北半球直插南半球。2周之前，你可能还在南美洲感受嘉年华狂欢的余温，现在已经沐浴在浪漫的地中海怀抱之中。或者换一个方向，从南非登船，穿越红海，停靠埃及和约旦之后，跨过苏伊士运河去地中海，你觉得怎么样？再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回味着日本樱花余香的同时，已经开始饱览举世闻名的阿拉斯加壮观的冰川。听上去这样的旅行，只有腰缠万贯的旅行家们才可能达成的旅行路线，你相不相信？居然平均每天不到$100的成本就可以轻松驾驭。让 EO 今天为你揭秘 Repositioning Cruise 跨洋调度邮轮航线。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Hello， EO来啦！刷到这个视频的你，肯定是怀揣着一颗环游世界的心。邮轮界的 World Cruise 是否是你的菜呢？今天EO要跟你讲的 Repositioning Cruise 就是测试你自己是否适合搭乘 World Cruise 最经济高效的尝试。在种草冲动购买这张船票之前，EO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重要的事情必须说3遍，一定要把这一集看到最后哦。我希望看过我视频的观众，你掏出腰包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得值得。在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EO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向往已久的邮轮旅行，但是对于行程呢、邮轮的选择啊、价格、季节啊、风险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与我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您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时间。因为EO没有任何邮轮船票的销售压力，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EO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EO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Repositioning Cruise 就是 EO称之为跨洋调度邮轮航线。自从世界上有邮轮旅行开始，这一类的邮轮航线就已经存在了。因为邮轮航线都是季节性的，比如说阿拉斯加，每一年的主要航线集中在5月到9月之间。那么其他的月份走阿拉斯加的那些邮轮都去了哪里了呢？当然不可能停靠在港口等待来年的阿拉斯加季节再次到来，因为邮轮每运营1天的成本都是相当的巨大，他们会随着不同海域邮轮季节的变化而不断的调度来调度去。而在调度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航线，我们就叫做 Repositioning Cruise 跨洋调度邮轮航线。来，让EO推荐几个2025年至2026年比较有代表性的跨洋调度邮轮航线给大家。有兴趣的观众可要准备好小本子记录下来哦。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航线距离自己的旅行目标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遥远的话，就当EO今天为你科普。当你与身边的朋友聊起旅行话题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肯定会特别的惊讶，什么时候你居然成为邮轮方面的专家了呢？无论对于 MSC 邮轮公司的评价如何两极分化，我相信大部分精打细算的旅行家们都很难抵挡住这个航线。总共24晚的邮轮航行开始于印度洋，穿过神秘的红海，跨越苏伊士运河，进入浪漫的地中海。最便宜的房间也就$2000多，玩出了环游世界的 feel。2025年4月2日，从拥有金色海岸线的南非著名港口德班出发，停靠印度洋上的法属火山岛留尼旺。接下来停靠的是有热带天堂著称的毛里求斯，并且停足2天1夜哦。丰富的热带水上活动，蓝湾海洋公园、黑河谷国家公园你都不会错过。接下来邮轮带你进入穿越红海的7天海上日，哪里都不停靠哦。耐心点，因为迎接你的是沙特
特阿拉伯的第2大城市吉达，接下来是埃及的萨法嘎帝王谷，还有约旦被誉为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的佩特拉古城 Petra。 当你用肉眼看到这些人类祖先留下来的奇迹时，旅行的体验释放出来的多巴胺应该已经充满了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吧。穿越苏伊士运河之后，游轮进入到地中海，停靠那不勒斯还有罗马之后，回到了 MSC 的大本营意大利的热那亚。2006年建成的92000吨的 MSC Musica 星级数仅只能算是3星半，所以在你下决心买下这张船票之前，要问一问自己，荷包重要还是旅行体验更重要？在南太平洋上，岛国居民的祖先们到底有多伟大？早在3500年前从亚洲迁徙到了这里，整个迁徙的过程跨越了前后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每一代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尽管面临无数的挑战，他们依然通过智慧和勇气，成功的在太平洋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建立起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而今天的人类可以轻松搭乘豪华游轮，在短短2周内轻轻松松地完成这一场伟大的旅程。2025年的4月16日起航，搭乘14万吨的5星级游轮 Royal Princess， 总共16天15晚，从纽西兰的奥克兰起航，停靠 Pago Pago 美属的萨摩亚首府，这里拥有着壮观的火山地形和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接着停靠大溪地的 Papeete， 这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应该算是南太平洋上最著名的度假胜地了。这么出名，当然与它当地的物价非常的昂贵，还有法语并不太好掌握有关。但是搭乘游轮在这里停留2天1夜来说，实在是经济高效的游览方式。接下来就是被誉为全球最美岛屿之一的 Moorea， 当地的公共交通让人十分的头疼，要来一次真的还不太容易。但是搭乘游轮停靠又成为了这一场游轮旅行的优势。最后，乘客在到达夏威夷的檀香山时离船。住在加州的观众，如果你依然还有时间有预算的话，也有建议你不如把下一站的船票也一起买了，因为可以直接把您送到洛杉矶家门口下船。想尝试跳船的旅行家们当然可以早一段时间出发，在南半球的澳洲和纽西兰好好的玩一下，再登船回到北美洲。航线中众多的 SC 是这一类邮轮航线的必须附带品。如果你熬不住那些海上不靠岸的日子，其实也意味着您还没有准备好搭乘环游世界邮轮 World Cruise。 当我讲到 Repositioning Cruise 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等着这一个航线。每一年邮轮在阿拉斯加季节之前调船穿过太平洋来到阿拉斯加海域的这一转。比较吸引我眼球的是眼前这一个行程，2025年5月24日起航，总共21天20晚，搭乘 Cunard Cruise Line 的 Queen Elizabeth伊丽莎白女皇号。在日本横滨起航之后，邮轮先将停靠日本北海道的2个城市函馆与川路，接着横跨太平洋的旅行开始了，与白令海峡并行，到达北美的阿拉斯加。妥妥的一个深入阿拉斯加邮轮航线，完美的观赏到3大冰川公园，最后在6月12日到达西雅图，结束这一个行程。20天的邮轮航线都不到2000块钱一个人，并且你搭乘的是平时卖的不算太便宜的 Cunard。 如果您已经是开始留意环游世界邮轮旅行的话，一定对于 Cunard 不会太陌生。这一间公司虽然只拥有4台邮轮，但是每一年都有2至3艘邮轮是在走环游世界航线。如果您刚好与它的皇室气氛相契合的话，非常有可能它将成为你环游世界的领航员。如果你问我2026年哪一个越洋调度邮轮航线是有最期待的，那一定是这一个了。2026年的2月11日，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起航，总共26天25晚，搭乘公主邮轮公司115000吨的 Sapphire Princess， 目的地是意大利的罗马。这
的是从南美洲北上进入欧洲海域，开启一场完美的西地中海航线那么单纯吗？你错了，请看这个细节。2026年的2月14日，邮轮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刚巧这一天正逢巴西1年1度的盛事嘉年华狂欢。很多人想一览狂欢节的气氛，但是又害怕太过热闹的时间段前往，抢机票、抢酒店、抢餐馆。这个邮轮航线为你完美的规避了这些风险。接着跨过大西洋，在四季如春的加那利群岛稍作停留之后，卡萨布兰卡是不是会再次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呢？在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就轮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法国南部的马赛、意大利的热那亚、佛罗伦萨，最后到达目的地罗马离船。每天不到$100的船费，是不是冒着晕船的风险也值得冲一把呢？以上是EO挑选出来的几个比较特别的越洋调度邮轮航线，要 handle 这样的旅行并不简单。EO给你种草的同时，一定在你心里埋下了不少的问题，欢迎与EO预约咨询。这一类航线其实存在不少的坑哦。重要提醒，很多 repositioning cruise 调度邮轮都会在最后 last minute 做减价哦。而很多人一时冲动会买下这一张已经完全无法取消退款的邮轮船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飞过去搭乘邮轮和离船后飞回原居地的这张飞机票，在这个阶段非常有可能这张机票已经非常的昂贵，要么转机转得一塌糊涂。那这一趟邮轮到底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呢？把EO今天的视频看到这里的你，我可绝对不允许你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在你冲动消费之前，可一定要全盘考虑哦。说到邮轮在你购买完船票之后还继续减价这个事情，成为了很多人心里面的痛。那这个时候你又应该怎么办呢？请留意每周五EO邮轮旅行活攻略的直播间的直播时间，EO会教你很多邮轮公司最讨厌乘客知道的那些信息。我会一一透露给你。如果时间合适，EO非常希望在直播间可以看到你，看EO的邮轮旅行活攻略，旅行路上不迷路。拜拜，我们下一期再见。